佛教里面常说到的无我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想要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现在的我对于无我的理解。那很多人听到无我的时候，可能会下意识的把它跟牺牲或者是无私绑在一起。但其实佛教讲的这个无我呢，它并不是没有我，而是这个我呢，它一直都在变化。意思是呢，这个我它不是固定的，我呢，它不一定要是某一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我，它更多时候可能是标签，比如说我来自哪里，它是一张标签；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现在几岁，我是谁谁谁的女儿，这些都是标签。这些标签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纬度，好像有了这些标签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我是谁。但其实这些定位它是可以被改变的，比如说今天我来自台北，如果有一天我搬家了，我搬到桃园去，那我也可以说我是从桃园来的。今天我是一个影音企划，我不做了，我离职了。那其实明天我也可以是一个 YouTuber， 一个占卜师。这些身份、这些定位、这些角色，它都是可以被改变的。而除了这些职业、身份、角色，这些标签也会来自于我们周遭的人对我们的认同。比如说家人的印象、朋友的形容，或是这个社会文化中对一个好的人的标准，所以我们就会因为这样子下意识的去接受说自己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的妈妈说我是一个恰北北，因为我可能从小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凶很悍的人。比如说朋友说我很友善，那我也会觉得我应该要一直保持着这个友善。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下意识把这些标签当成我们的保护色。比如说我讲话本来就很直啊，但我真的不能是一个讲话很真诚，同时又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的人吗？曾经我也是一个不太懂得怎么拒绝别人的烂好人，难道我就不能是一个既能保护自己，同时又带给别人温暖的人吗？所以无我并不是要我消失，而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不用执着自己一定要是某一个样子。那到底什么东西是真我，什么东西是不变的？比如说在某一个刮台风天的下午，然后我那一天在西门立市，这里的摊贩他的架子被大风直接吹垮，我就有一个念头闪过说，我想要过去帮忙。那这个想要帮忙的我，他其实不会因为任何的条件改变了，这个我就消失了。今天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会不会想要过去帮？会。如果我今天不是企划，我今天是个业务，我会不会想要过去帮忙？也会。今天我的身高从158变成185的大个子，我会不会想去帮忙？还是会。那在每一个版本里都想伸出手的我，那个起心，那份动念，那个我就是我的本质，它不会因为我今天轮回成任何样子而有所改变。不知道在影片前面的你有没有曾经觉得小时候的快乐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比如说放学的时候去巷口买红豆饼，比如说存很久的钱，然后可以买到游戏王卡，这些事情都可以让那时候的自己开心好久好久。可是为什么长大之后，这些快乐却离我们好像变得越来越遥远？那是因为我们开始去背负很多社会、很多身份对我们所期待的应该，比如说我应该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应该要结婚，应该要买房子，应该要生小孩。然后我们照着这些应该去做之后，发现拥有了这些东西，心里还是空空的。不是这些事情它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开始慢慢的跟我们的感受没有关系。从我们出生开始，有太多的声音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好的，怎么样才会幸福。时间久了，我们也会开始忘了去询问自己说，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所以追求无我，它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我觉得在这个追求无我的当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的弹性跟可能性。比如说，好了，我今天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很倒霉、很倒霉的衰鬼，什么样的倒霉事情都可以让我遇到。那无我就是在说，如果从今天开始，我不是一个倒霉鬼呢？我不是一个衰鬼呢？如果我从今天开始，我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每一天都值得感谢的那些小幸运上面，我是不是也可以开始去发现，其实我人生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幸运，只是我没有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绝望，是因为我们的认知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没有其他的可能了。而无我的可能性就是给了我们这种希望的种子，而这个希望的感觉
它不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希望。当我们愿意给我们身边的人更多的信任跟空间的时候，他们也会感觉到自己是充满希望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开始去理解无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只是我自己，它是可以成长、可以变的，我们也能够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我们的伴侣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火爆的人，但无我提醒我，如果我没有一定要脾气不好呢？如果我可以开始平静的去练习表达我的情绪，我的不满，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始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跟对方沟通？如果这个我它是能够被改变的，那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有机会被改变？如果所有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创造；如果所有我们觉得自己不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修改，那我们也会有信心去相信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孩子，甚至是我们的父母，他不会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会开始愿意把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引起我们情绪的事件，把它当作是单一的独立事件，而不会上升到人品问题。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件让我们不爽、让我们失望的事情，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独立事件，我们会相信这件事情它是有空间可以去沟通、去理解、去调整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人格缺陷、一个人的劣根性，那我们就会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没有救了，甚至是放弃了。这时候不只是我们自己会感觉到没有希望，我们的伴侣、我们沟通的对象也会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了，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再被沟通了。一段关系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争执，不是吵架，而是我们彼此都不再相信这段关系还可以再更好。很多人以为无我就是无私，但我一直相信，真正的无私，它是建立在有我之上的。我们必须要优先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我们才有办法油然而生的去分享我们内在那个源源不绝的爱。如果我们从小就习惯去压抑、去讨好、去牺牲自己，久而久之，我们也会希望对方也去配合，也去牺牲。所以我们很常听到，我都这么累了，你怎么不帮我一下？我都为你做这么多了，为什么你就不愿意牺牲一下你自己的时间？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在付出，但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好好的去尊重我自己，所以我也还不知道怎么去给对方更多的空间，让对方更自由、更轻松。所以当我们开始去练习，我不喜欢的，我也不去强迫自己；我不想要的，我也不去勉强自己。那么我们的内在才会真正的有力量去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即便对方的选择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但以爱的角度来看，彼此尊重的关系一定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不再受困于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再被年龄、身份、社会期待所绑架。感谢你看到最后，这支影片真的好沉好沉。这大概是我写了第3个版本的无我，像前面的2版的无我，其实也已经沉淀了2-3年。这些呢，是此刻我对无我跟真我的理解，我也还在探索这个无我的旅程。也许哪一天，当我看事情的角度变化，更扩展，那我也许还会再拍其他的影片来调整。希望呢，我们都在这条认识自己的道路上面越来越自在，也越来越自由。如果这支影片呢有让你感觉到更轻盈，请帮我点个爱心。如果呢你愿意分享这支影片给更多的朋友，让他们知道，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关系，它其实都有改变的可能。那我也非常的感谢你。如果还有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都可以留言跟我说。我们下次见。